养这样的一个孩子，比养10个正常的孩子还难。虽然我没有钱，为这个社会像盛燕这样的孩子，能够使他做起来、站起来、走出去。如果我的财力只能帮助一个，那我们就做一个；能够2个就做2个，这个比赚钱更重要啊。他是核黄疸，很严重的黄疸。住院的医生告诉我，你希望继续留着他吗？这个孩子你抱回去很难照顾。脚都没有说一顶皮包一顶棍嘛，也未坐也未徛。我马上起来了。到6、7岁，整个家庭就是生活在一个愁云惨雾之中啊。我说这样下去不是我要的家庭。一个没有忧虑会笑的，他不是佛就是菩萨。我家里这一尊菩萨有这样的一个样板给我看，我为什么不做？我希望成立一家中心。最起码这个孩子他父母老了以后，他自己能够handle自己啊。我从来不做木凡，我们能够帮助一个就算一个，给大家去认识这样的孩子。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。从圣燕走出去的孩子应该超过400个。那个是小公司啊，跟您可以画上等号。而且我的经营逻辑要跟一般的公司的想法不一样，我就是要建立标准，我要做创新的东西。我这个马达现天都集中在中心，储藏在上下。既然会转的话我应该赶快申请，所以就是申请23个国家的专利，花了几百万就在这里。我坚持就是借钱也要来申请，钱个赚就有啦。你这个专利没签不要的我。金融机构看到我都怕，他们经理告诉我那一个朋友这一个年轻人你要特别小心工会唔做，见讲拢讲商标专利，他有什么路用呢？人会当借100万，伊袂使超过50万。在当时民国60几年的时候他讲这样没有错我们整个台湾都是代工。你见证做出来的物件，敢来当交换，我没有答应他，就是因为这样 ，IBM 的订单全没。我如果这样被绑死的话，他哪一天订单不下给我，那公司不是关门大吉。时代的潮流，轻薄短小，既然去趋势，我一定要做出产品，等着未来的需求。这个市场现在衰退了，我新的东西就取代了。我们建准现在1年的话是生产大概约15000台的风扇，Dell、HP、Apple、联想，在市面上每3台 notebook 1台是建准的风扇在里面的。大型的工业吊扇运用的部分非常广，要吹很大的风量，你又希望它要安静，所以它是物理的一个挑战。他们家的电扇1支可以抵3支侧吹的电扇。每一支大型电扇，在我这一栋牛场，1个月应该省有6、7千块。就像我们人一样，就是比较安静，它会比较舒适的，它乳量也会比较高。建准不会去担心国际社会怎么改变的，包括 NASA， 它也在做这一个东西的实验。他们很好奇，怎么能够有这么小、这么薄的东西？占营收的12%到15%，在做那一些未来的新东西，你还怕什么？帮助这一些孩子能够做起来、站起来、走出去，何曾不是机会呢？你如果没有一致性的目标跟方向，你哪有办法去引导年轻人要走哪里的路政治不懂，我们只有懂经济嘛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我既然要往那一个方向去走，我就要投入金钱跟人力，
我要将这个核心放在台湾，我要使这一块土地的未来能够高度我的预期。台湾有什么无法取代，都能够取代，但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就是我是台湾人，我出生在台湾。